上一节课给大家分享了我们手杖防身最基本的几种用法。那么这节课呢，来和大家说一下，在街头防身之中，如果对方抓住我了、掐住我了、抱住我了等等等等，我们如何通过这个手杖来快速制敌？首先我们来讲啊，如果对方把我给抓住的情况下，抓我肩膀或者呢抓我衣领，这个呢怎么去摆脱？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用我们的戳就可以了啊，可以戳这儿啊，戳这儿。或者呢往上戳他的下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去打了啊，再去打，你使不上一点力气，而且呢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最简单直接的，直接戳过去啊，向上戳过去都可以。那么把我脖子给掐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说你刚要动，他这块已经掐的不行了，第一点还是啊，记住要保证你呼吸的畅通，然后怎么办呢？你可以向下去压啊。用这个非常硬的地方去压它的这个骨骼的这些地方啊，只要你压过来了啊，这么反手去拿压过来，然后再去戳，也是可以的。或者呢，你在下面直接去点它的裆部、腹部也可以达到迅速制敌的作用。如果对方从后面直接把我给抱住了，那么我拿这个手杖如何去防身呢？注意看啊，千万不要打，这么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怎么办呢？还是用这个地方啊去压他的手背，只要你用力的压过去，对方疼痛的时候，直接就松手了。那么你可以转身推开他，或者转身砰再打他，然后我迅速逃跑，充分的利用这个压强最大的这个位置啊，向下压，一点一挤，那么对方就会特别疼痛难忍。最简单直接的办法。那么如果说对方的反应特别快，在我这个握持手杖的时候，对方把我手腕给抓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制服对方呢？注意看啊，只要这么一晃，我把这一面啊勾住对方的手，这个时候呢，用杠杆的原理，向下一压，对方依然会特别疼痛。要么他就松手了，要么你就把他给制服在里面，压在里面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砰砰，或者是砰，都可以把他给制服，我们迅速逃跑。再有啊，如果是街头格斗，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什么呢？抓头发，把我头发给抓住了。这个时候啊，怎么办？不用去压他，怎么样的？最简单的办法，双拳高举，肋下空。在我们没有这个手杖的时候，教过大家怎么办啊？用手去戳他的这个腋下，那么你的手可能还会受伤。有这个手杖怎么办啊？直接用这个戳过去，简单直接啊，马上戳过去。不要等他去把你薅疼的时候直接戳过去，或者呢，你觉着这个腋下的位置不容易命中的话，那么就戳他的软肋啊，软肋依然是特别脆弱的，只要戳过去，他疼痛难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迅速逃跑了。街头发生危险呢，无非就是别人抓住我了、掐住我了、抱住我了、薅我头发了等等等等。那么今天的这几节技巧呢，大概就教大家我们这个防身手杖如何去压啊，把对方的手腕给它压住，如何去戳，如何去向下之后反手去戳击对方。那么把这些掌握了，在街头格斗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了。这节课呢，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用防身手杖去对付手持短棍的人。那么大家可能以为的这个在影视作品之中，对方拿短棍来了，我就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防身击打的方式，哪一下这个对方有空档了，我把对方的腿、把他的头、手给打到了，器械掉了。但其实来讲啊，这种情况在街头格斗之中，两个人这个都没有太深的一个短棍技巧的时候，很难这样去实现啊。一般来讲，对方拿短棍可能怎么办啊？就嘡直接过来就打你了。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用这个手杖去防身呢？首先记住啊，如果对方手持短棍的话，一般来讲，他多数都是这种劈打为主，那么面对这种劈打为主，我们需要用哪几种技巧呢？第一种啊，我主要我可以这样封的过程中啊，一定要穿到对方身体里边来。那么你要做到什么呢？在你封的过程之中啊，马上去戳击对方。
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说你不能进到对方的身体里来，你这样一下了，对方这个短棒马上改变方向，他就去打你别的位置了。那么在你第一下没等打完之后，对方就去打你别的地方，被动的就是我自己了。所以呢，你在挡住他一下攻击之后，你要马上进到他的身体里来打我啊，马上穿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屏障，阻挡对方的第一下进攻。只要他阻挡过来了，我就可以去打他、戳他、压他，都可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技巧。那么如果说他比较直的状态过来打我的话，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尝试着向他的外侧去切，打我切过来，向他外侧去切。那么如果你的身法步伐够快的话，你可以怎么办呢？去点他的手去点他的手，压下来，或者怎么办呢？你的身体直接跑出去之后，可以怎么办直接去用你的这一端去打他。我们在握持的时候呢，一定要灵活一点这样双手去握持，你既方便这样去打，也方便什么呢？我封，然后去攻击他，而不是我这样去拿我们这个手杖尽量不要这样去拿，因为我说过，这样击打的这个点很小，而且杀伤力不强，所以呢，尽量去双手持握。要么呢，你当屏障，他打我的时候，我直接冲上来，砰；要么怎么办？我闪过来，去这样反戳或者这样反打，都可以。总之呢，这样去拿更灵活一点。我们记住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去打对方的兵器那个是影视效果，没有来来回回的这么多回合，这个直接一打斗就结束了，那么观众就没有什么新鲜的点可以。这节课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如果我们用防身手杖，对方拿匕首怎么办？负责任的和大家说一下，如果碰到对方拿匕首的时候，无论你手里拿什么，尽量呢还是不要起冲突，因为对方一旦拿匕首了，他的整个一个内心这个荷尔蒙等等等等都会飙升，所以呢，自己的战斗力100可能瞬间能提升到500。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和对方是不要命的，然后你还在去想要制服对方，这个本身这个武力值上就会差很多。那么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不打不行的时候，大家还要记住这几种技巧。首先记住对方用匕首，它是短的，我是长的，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有一点的这个优势的在你可以闪身躲过的这个一刹那，其实是最好的。他在刺的过程之中我可以闪身躲的时候去点他的这个喉咙头不要去点手这个时候你点手，他的手特别快，你点不到。所以呢，你可以去控制距离。为什么呢？因为手杖呢，它不像短棍短棍其实400-500、500-600长，大概也就到这儿了。那么手杖呢，它是要有将近1米长的，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距离看。我如果伸直的状态下，它根本是碰不到我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能闪身，记住这个前提闪身躲过的这一下，你可以去控制距离。你只要把这个伸开之后呢，它再来碰你的情况下是很难的。但是这个不要去觉着我可以一直这样控制它，因为对方在把这个拨开之后往快拨开，这个时候我就很危险了砰砰，我就完了。所以呢，你在这个一下之后你要马上砰砰打他的头，打他的要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3步：第一闪身；第二呢控制距离；第3我再砰砰再打，才是